每年的红黑榜基本都是年度大戏，但是今年呢，并不想简单的列个好用和不好用的清单，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红黑榜的采样条件本身就有限，我本人不可能把每一件设备都给用一遍，而且呢，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使用的方法，包括预算的区间都不尽相同。比如说我贵的买不起，便宜的不屑用，而且我一个消费者何德何能给产品排榜？好比我列一个2020年我吃过最好吃和最难吃的菜，其实各位除了看个热闹，对于各位的参考意义并不大。其实评上红榜还好，起码大家都高兴。万一要是上了黑榜，人家研发人员做了个东西，目的不是为了给用户添堵，东西好不好用，谁卖的火，谁卖不动，市场说了算，我就不操心了。我不是器材爱好者，摄影师的自信也从来不是靠高级的器材给自己壮胆。好的摄影师，好的作品，在拍摄计划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选择合适的器材，构思拍摄内容。曾经这么多年的销售经验也告诉我没有所谓最好的设备，只有更适合用户的器材。这一期呢，就想跟大家做点更好玩的东西，对观众更有帮助的内容。2020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我缺的是器材吗？我缺的是题材这一年把索尼、佳能、尼康这些顶级器材都用过了，还不是为了2020困住，哪儿也去不了。其实我也在想方设法把节目拍出新花样，打鱼、追袋鼠、炒面、磨斧子、上山下海，在有限的空间里边呢，让观众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您记住这些画面了吗？2020年就让它翻篇吧，过去的事情呢不想再提了，我们向前看。我这儿有一个长长的清单，上面写了12个在2021年想去的地方或者想干的事儿。在2020年最后一期节目，咱们聊聊这些我朝思暮想的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去的话必带的摄影器材是哪个？咱们用这期节目给2021年带来一点希望。本期的节目稍长感谢您的耐心，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文。这里一共有12个项目，我先说明，一共是12个月的计划，一个月一个地方，咱们倒着来。之所以先说12月份，是我估计按照现在的情况时间离得越远，实现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呢，咱们先从比较靠谱的开始。12月未完成的旅行，冰岛、挪威这两个地方是风光摄影师的终极目的之一。因为疫情的原因我3月份中断了冰岛的计划，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这个也是反过头来完成我年初未完成的半段旅程吧。在挪威看极光，在极光之都特洛姆瑟，无论之前你看过再漂亮的极光的照片或者视频，都比不上在寒冷的苍穹之下肉眼看到极光在夜空中舞动的那种震撼。也比起坐在那儿一成不变的山水，这种随机出现的风景呢，我觉得才是让人兴奋和激动的。拍摄题材是以照片为主，视频不多，而且以广角镜头是主力。主力的拍摄题材就是这支尼康的14-24-2.8 Z 口镜头，真的是为了一支镜头带出整个系统。挪威和冰岛这两个地方最常用的就是14-24这个广角的焦距段。尼康这支镜头是2020年我用过广角镜头里边画质最出色的之一。基本呢就是为风光摄影师专门设计的。相同胶卷里边呢，它的体积最小，而且最轻便。2.8的大光圈呢，适合于拍摄极光这种夜景的拍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用像 Nisi 这种100毫米的裸口的滤镜系统，让旅行变得更简单、更轻松。机身呢就是尼康的 Z7II， 高像素、高宽容度，相机耐扛抗造，对于这种拍摄题材足矣。11月南极。这已经是第3次准备去南极了。原本计划2020年底就已经有排期了，但是无可奈何被取消了。11月份是南极的初夏，既可以看到从冬天苏醒过来的南极大陆，而且呢又是动物开始繁殖的季节。在这片亿万年的大陆每次我来的经历都不一样。想象一下我们100多人坐着有惊无险的极地探险船，7000公里的行程，在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极半岛沉浸式体验的这个极地画档里边，享受着每一天的未知和惊喜。拍摄题材呢，就是拍摄野生动物为主，还有部分的风光，还有船上每日的生活人文。主力的器材，佳能 EOS R5 加上200-500毫米长焦，还有24-105的旅行镜头。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在南极你 EOS R5 还过不过热？选择这套系统呢，其实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焦距合适，在南极的野生动物，尤其是拍摄鸟类，是最重点的拍摄题材之一。这种200-500毫米的轻量化超长焦距镜头呢，可以说正合适。到了岸上以后呢，
这个拍摄不怕人的企鹅24-105呢，也正好能够拍成运程，刚刚好。EOS R5 的鸟眼对焦，每秒20张连拍速度也正合适拍摄用题材。如果视频不过热的话，可以录制 8K 的视频，每一帧都可以当做高精度的静态照片来使用，不会错过每一帧的精彩。但是录制 8K 的文件尺寸会巨大，前提呢是因为我之前有的经验，所以呢拍摄题材的目的性和准确性会提高。如果没有经验，看见啥就拍啥，摁着录制键不松手的话，您硬盘肯定吃紧，而且后期剪辑转码 H265 文件呢会非常吃力。如果有存储和文件格式方面的顾虑的话，我们这还有备选方案，就是 A7R4 加上140版，和我去年一样的配置。10月，你好，北美的朋友。北美的秋天是让我最羡慕的，大片的秋色加上目光尽头的这个雪山啊，这是秋天该有的样子，大气。计划呢，我10月的第一周从加拿大的 New Brunswick 朋友家出发，一路向西，从美国的缅因州再奔多伦多，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个反复穿插。我发现啊，采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网友特别多，所以啊，我打算带着老婆孩子开着房车，一路蹭吃蹭喝见网友。这个路上接应的朋友啊，你也别紧张啊，到时候给我一个停车的位置，能接上水电让我过夜就行了。这一路的拍摄题材是风光加日常的 vlog 记录为主。主力的器材我选择索尼的 A73加上24-105。如果你使用杰夫相机 A6600加上腾龙新出的1770 2.8 VC， 再带上一台 Mavic 2 Zoom 这个无人机，就正合适。这两套相机呢都是覆盖24-105左右的焦距，都带光学防抖。特别说一下这支腾龙的1770啊，我们没有专门做这支镜头的评测节目，但这支镜头让我觉得真的是补齐了杰夫系统少一支综合性能比较理想的旅行镜头的空缺。自带的 VC 防抖配合这个 A6600的机内防抖啊，基本上可以达到1/8秒手持。全程2.8大光圈呢，也让这种杰夫先天高感不足的情况呢有所改善。北美的秋天色彩怎么拍都好看，景别呢又比较宽敞，一支24-105就能搞定广角和中景别的画面。而且呢，这个自驾边走边拍，以公路片为主，不想来回来去换镜头搞太麻烦。无人机我是想带啊，但是据说加拿大的法律特别严。Peter McKinnon 还专门说了一些。哎，对了，我是不是要跟加拿大那几个大的 YouTuber 面基一下？9月回家，2年了，是时候回家看看了。9月份是北京最舒服、最适合居住的季节，天气凉快了，而且9月份呢，山上该下的山货也都下来了，像什么仙枣、山里红、柿子，可能还稍微有点早。我离开北京有点太久了，10年了，现在回去呢，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外来人口一样，居然开始逛起旅游景点来了。当然这也不怪我啊，基本上70-80年的建筑该拆的全拆了，记忆的载体没了，这座城市除了朋友和地名就没有啥可留恋的了。拍摄题材呢以家庭照为主，主力的器材徕卡 M240加上1163 35.4。为啥带徕卡？装逼加嘚瑟。跟朋友喝茶的时候，往桌角上这么不经意的一摆，有识货的朋友一看，哟，小子用徕卡混得不错呀。过时的徕卡也比佳能大。再说啊，徕卡历年的产品长得都一样，不是说谁都认识这是旧款。真要是想拍照了，35定焦其实也不含糊，在北京这么熟的地方，35毫米拍摄人文基本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啊。要是真是和家人一起合影，这还不得是老老实实掏出 iPhone 来拍。8月，梦回非洲。2018年第一次去非洲，从肯尼亚回来之后呢，我把动画片《狮子王》开头看了一遍，真觉得迪士尼是一特伟大的公司。20多年前的画工啊，把非洲的生命的蓬勃和狂野表现得淋漓尽致。你相信我，去过非洲之后，绝对不是咱们小学课本里边那个炎热、贫瘠、蛮荒的非洲。就这么说吧，早期的西方殖民者为什么选择去那里？还不是因为舒服和好玩啊？去非洲的拍摄题材野生动物、旅行 vlog 啊，主力的拍摄题材索尼的 A7R4 加上140还有24-165。这套系统呢是我2018年使用的，这个基本上差不多，只不过把当时的 A73换成了现在 A7R4，就是为了满足同时拍摄照片和视频。你看啊，佳能、尼康有一个算一个，拍摄照片和拍摄视频切换的时候都要转动模式转盘。
只有索尼在拍照模式下就可以直接按这个录像按钮来进行视频拍摄。这个外加连拍啊，还要对焦给力，6000万像素这个照片呢，经得起精打细放。整个行程呢以白天为主，所以不用担心 A7R4 在暗光这个高感表现不足的这个问题。选择100-400镜头呢，是要在轻便和焦距之间有一个平衡。在非洲拍摄野生动物呢，人多数情况要坐在越野车里边，也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让这个辗转腾挪。100-400的这个镜头呢更好操作，而且你也不用担心400毫米不够长，因为6000万像素呢，您可以裁切1倍。而且呢，您要是找个好的向导、好司机，他们能带你离动物非常近，你根本不用怕拍不到。但是啊，切记多带卡、多带硬盘，2周的行程，1万张照片肯定是有的。7月，潜入深蓝，这是另一个世界，失重，没有方向感，被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生物四面八方来包围，这就是潜水的魅力。我想去2个地方，一个是去菲律宾薄荷岛朋友的这个潜店，叫这个 Blue Shell， 玩自由潜，一口气潜到10米的深处，没有水肺潜水那种呼吸气泡声的干扰，只有鱼之间咔嗒咔嗒那种交谈，特别的安静。或者是去巴厘岛玩这个水肺深潜，跟海王俱乐部的朋友玩这个漂流潜，体会一下在水下不用油，顺着流飞翔的感觉。拍摄题材潜水、旅行记录，主要的题材是 Osmo Action。潜水时啊，基本上在船上吃或者岸边住，一切从简，相机基本就不带了，船上其实也没什么可拍的，一台 Osmo Action 运动相机足矣。这是综合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像水面和水下的这个音质，路上的 vlog 收音是不是有麦克风的解决方案，前屏呢适合做 vlog， 而且菜单和操作回放非常方便，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40米的这个深潜的壳。一块电池呢可以录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呢正好是一瓶气。Osmo Action 呢基本上满足了所有的需求。也许我会再带上一个 Olympus 的那个 TG4， 在深潜的时候呢，它有自带闪光灯，进行这个拍摄微距补光的作用。OK， 一口气呢，咱们数到了7月份，下半年结束，咱们中场休息。您呢可以弹幕说说您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旅行，或者是呢有什么特别的旅行计划，详情呢可以写在我们评论里边。如果有同好呢，咱们正好可以互相认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6月份。下半场以当前的形势啊，我觉得上半年的计划不容乐观，人算不如天算，能够形成最好，如果不能成型的话，咱们就列在自己的希望清单里边，有朝一日把它给实现。6月2大爱好的组合，我有2大爱好，骑车还有摄影，都是从中学就开始了，陪了大半辈子。6月份的计划呢是骑车从意大利的西北部都灵出发，翻越意法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经过法国的古城叫布良松，终点是法国的里昂，全程大概350公里，单程爬升呢大概是3500米。途经有2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 Up to Way， 这是环法最有名的一个爬坡的赛点，也是爬坡爱好者的朝圣之地，21个发卡弯，全程13公里。这个历史记录呢是由潘塔尼在1997年创造的37分35秒。我的目标3个小时吧，推也要推上去。从意大利边境过来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沃邦城堡，是欧洲这个地势最高的一个城镇，整个城镇就是一个大的城堡，这个风景如画。在2006年我当时经过那儿，就想就一定要重新骑车再来一趟。这地方呢，冬天是滑雪的圣地。6月份呢，正好是初夏，平均气温大概是24度左右，不冷不热，轻装简行，骑车的极好的气候。拍摄题材呢，就是疯狂 vlog， 主要的拍摄器材就是 Mavic Air。这山、这路、这车、这人，只有用航拍才能体现出这份轻松。真是要用相机拍，我估计画面里边只有我气喘如牛、生不如死这个痛苦。所以选择这台无人机呢，主要是因为骑车叫轻装。Air 2呢是带智能跟踪产品里边自重最轻的，而且电池续航超长，半个小时足够拍摄。不拍的时候呢，也可以飞到高空来进行探路。Air 2的智能跟随 3.0 系统，我只要穿一个鲜艳一点的衣服，就肯定能够牢牢的锁定我自己，还要避开障碍物，自拍不求人。5月份欧洲行，地方没想好，也许是法国，也许是捷克，也许是奥地利，反正是哪人少去哪儿。
带着相机，我就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摄影师，一个人好好拍摄一些有色彩、有质感、有故事的画面。拍摄题材呢，历史和人文为主，主力的器材适马 FP 加24、35、65那3支定焦镜头，外加 DJI 的 RS2 稳定器。去欧洲这个决定呢，绝对是先有器材后有题材。适马 FP 呢，拍摄第1季视频文件，超好看的颜色。我们之前几期的 A RAW 都是用 FP 拍摄的，一直被粉丝追问，这是啥机器拍的，这么清楚透亮？欧洲值得慢慢拍摄的地方，可以用 FP 来还原历史的颜色。双原生 ISO， 无论是阳光的室外，还是教堂的阴暗的内幕，都可以来覆盖。如影 RS2， 这是唯一一个让我选择起来毫不犹豫的器材。我估计啊，在之前那几个用相机拍摄旅行目的地，包括非洲、南极、冰岛、北美，我都会把 RS2 放在行李箱里边。RS2 可以说是视频创作者的完美的附件，这个评价稍微有点高啊，但是呢，可以把重量、体积、性能完美的集中在一起，也就是它了。最重的相机我试过啊 ，A7S3 加上100、400的镜头，依然给我非常好的支撑。连上 App 之后呢，还可以拍摄延时。我觉得啊，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带三脚架的。想象一下啊 ，RS2 加上一辆电影机在城市里穿梭的画面，想想都醉了。4月份，粉雪、美食、日本。4月初去日本有点碰运气，据说啊，在季末会碰上那种鹅毛大雪，而且酒店因为是季末，所以价格变得便宜而且量足。我想滑上它3天之后呢，下山之后往南走，估计呢还能在一些城市看到樱花，这叫贼不走空，一石二鸟。日本的好处呢就是文化相近，吃的东西非常顺口，一路吃吃喝喝，绝对的放松游。拍摄题材运动滑雪、旅行记录，主要的拍摄器材 Insta360 One X2， 还有 iPhone 12 Pro Max。出门滑雪就像搬家一样，行李有点多，你看雪镜、头盔、鞋都得背着，根本没有富裕地方装相机。众多的运动相机里啊，只有360才能体验那种被雪包裹的画面。360用这种先拍摄后取景的人肉无人机跟拍的方式，基本上是滑雪圈的标配。One X2 解决了前代的电池续航和防水的问题，基本上是滑雪的神器了。在日本拍照啊，隐私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是不太方便拿着相机在街上乱按的，所以用手机刚好可以方便的记录和拍摄。而且呢，日本的空间太小，哪都挤挤的，13毫米的超广角正好可以派上用场。用超广角拍建筑，用中焦拍美食，一部手机刚刚好。3月份，印度，时间推到3月份就有一点一厢情愿了。我知道可能性出去玩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个题材呢是我一直想去拍摄的。印度的撒红节，很多照片和电视节目上大家都看过大概什么样，我只是说想去现场体会一下那个气氛。拍摄的题材就是人文，主力的器材我想带徕卡 Q2， 不带三脚架，不带背包，斜着把相机往身上一背，哎呀，最重要的就是简单纯粹。人文摄影嘛，是一门接近的艺术，低调但是画质感人。以这个印度人的热情的性格呢，他们也非常喜欢往镜头前面凑，我觉得28毫米刚刚好。1月、2月蓄势待发。目前来看呢，哪儿还去不了，但是呢，想趁着在家把自己的技能提升一下。一是呢，想把摩托本给考了，多个腿儿走路啊，比坐在这个不知冷暖的汽车里边啊，我觉得摩托车是一个更能够接触环境的交通工具。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非常好，叫《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非常的好看。另外呢，我想把潜水证呢给升级了，6月份为这个6月份出行做准备，从18米的 Open Water 升级到40米的这个 Advanced Open Water。对了，我还要在1月份学一个特殊的技能，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打在评论里边，您可以天马行空任意想象，猜对的人，第一个猜对的人，我会给您一份纪念品。好了。这个呢，就是我想象中忙忙碌碌的2021年。我知道时间太紧，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项目全部安排开。如果在12个清单里边能够实现3个，我就是非常非常满足了。说到这儿呢，我在想我自己为什么要旅行？我的答案是想出去旅行，说明你自己还有梦想，有自己期待的地方，生活还有盼头。
如果能出去旅行，说明自己还有能力。只要我还能在路上走，我的健康就没事儿。旅行中拍摄照片和视频，多年之后呢，你打开照片，又能把自己拉回到当时的一个心境里边，把故事讲给自己，讲给家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旅行安全归来人的这个幸福吧。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有点长啊，感谢您的耐心。想聊天呢，咱们屏幕下方来留言。今天呢，您如果看到我们刚出锅的这期节目的朋友呢，我可能正在路上骑车，一年一度呢，这个叫新年骑车挑战。您呢可以来微博给我加个油，感谢一年来的支持，咱们明年再见，拜拜，拜拜。nice， 来跟大家说拜拜，说拜拜，说拜拜。